如果说汉武帝是让汉朝洗刷耻辱的话，那么汉宣帝刘询就是让西汉走向真正的鼎盛。盛极而衰，在刘询后边，西汉也就逐渐走向了没落。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位创造了孝宣之治的皇帝汉宣帝刘询。如果喜欢本视频的话，求各位观众老爷们点一个小小的赞。这就开始我们本期视频。故事还是要从汉武帝时期的巫蛊之祸讲起。在汉武帝的太子刘据兵败逃走的时候，刘据长子刘进并没有和刘据一同潜逃。之后刘据往下所有嫡系全部被杀，包括刘询的父母，还有姑姑和刘据的门客。唯独在襁褓之中的刘询逃过一劫，被收在了长安的官狱之中，被汉武帝派去监牢。追查巫蛊的廷尉监丙吉，他在心里认为太子谋反并没有证据，皇太孙更是无辜，他就把刘询交给了监牢里两个忠厚谨慎的女囚，让他们好好的照顾刘询。在班固的《汉书·魏相丙吉传》中记载，后元2年2月，汉武帝病情加重，有观气者发现在监牢之上有天子之气，汉武帝便命令郭壤将长安26狱中的犯人无论罪过轻重全部杀掉。郭壤夜晚到丙吉所在的监牢，丙吉紧闭大门说道：皇曾孙在，他人亡孤，死者犹不可，况亲曾孙乎？郭壤一直到天亮都没有进去，于是他就趁这个机会在汉武帝面前弹劾丙吉。汉武帝可能是善心发作，脑壳又不糊涂了，便说：天使之也，因而大赦天下。刘询因此出了大狱。之后丙吉为了刘病已的健康，便将他送到了掖庭里面。丙吉每个月用自己的俸禄让刘询吃到米和肉，后面丙吉的俸禄实在撑不住了，丙吉便将他送到了祖母史良娣家，把他交给了史良娣的哥哥史公抚养。本来呢，刘询就要在宫外过一辈子了，但是汉武帝临终时留了2份遗诏，一份是给霍光等人封侯的，另外一部分就是让他这个曾孙得到法律的认可，这也算是给他因为被误杀的刘据一点念想吧。于是在汉昭帝元始2年，霍光等人受封为侯，辅佐朝政。刘病已从史家搬入了宫中。霍光是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弟弟，汉武帝驾崩后为3位托孤大臣之一，也是在巫蛊事件后为数不多活下来的和魏家有些关系的人。之后其他氏族的人想掌握大权，试图将霍光和汉昭帝架空，独掌西汉大权，却被霍光给治得死死的。然后西汉朝堂就变成霍光的了。汉武帝死后，西汉如果没有霍光撑着，汉昭帝那个小孩子病秧子也是成不了什么大事的。公元前74年，汉昭帝驾崩，但并没有留下子嗣，霍光就让丙吉一众去找昌邑王刘贺当皇帝。但让霍光没想到的是，刘贺这个人非常离谱，在当皇帝的27天内，一共干了以前127件糊涂事儿。于是中国历史上就出现了第一个被废掉的皇帝汉废帝刘贺。虽然刘贺被废，但却保住了自己的性命。虽然封地变成了郡，但是自己还是在山阳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我做一个大胆的假设啊，刘贺是因为明白西汉权力都在霍光手中，为了日后保住性命，才干了这么多奇葩的事情。当然，假设呢就是假设。那么霍光当初是不是就没考虑过汉武帝其他的后裔来继承皇位的吗？其实也是有的，广陵王刘胥。但刘胥在封地广陵国有自己的一套领导班子，霍光怕刘胥来了之后自己把握不住，这才选了昌邑王刘贺。可刘贺这个奇葩，在当了27天皇帝之后就被霍光给废了，这又要重新找人当皇帝了。霍光的手下杜延年的儿子杜陀素和刘询关系很好，杜延年也从儿子的口中得知刘询这个人不错，就向霍光推荐了刘询。在霍光思考后，便将刘询从民间找了回来当皇帝。刘询在继位后，就把他的糟糠之妻许平君封为了皇后。当时西汉的军政大权都在霍光手里，霍氏宗族才是掌握着皇宫内外的兵权。刘询对霍光也是唯命是从，他明白刚继位的自己是没有和霍家、霍光对抗的资本的。他明确地表示信任、欣赏霍光，并让霍光继续主持朝政，而且当众宣布事情无论大小都先去禀报霍光，然后再来和他说。每次上朝，刘询还给霍光极高的礼仪。这些事情让刘询避免了成为第2个刘贺，也让霍光觉得这个小皇帝没有什么威胁。霍光是权臣，他对皇帝的位子有没有想法不知道了，
但是汉武帝死后，如果没有霍光，西汉可能又将回到从前被匈奴蹂躏的时候。霍光可能对于皇帝的位子真的没有想法，但他的夫人霍显就不知道了。他想让自己的女儿霍成君当上皇后，于是便买通了御医淳于衍下毒，想要毒死皇后许平君。事情发生后，霍显将这件事情变成了许平君身子虚弱去世的，让刘询不再追究淳于衍的责任。刘询当时把这个事情忍下去了，没有和霍家翻脸。之后霍显将女儿霍成君送入宫内，因为霍光的原因，霍成君很快就被立为了皇后。但是世间善恶终有报，人间正道是沧桑啊。公元前68年，汉宣帝缔结2年，霍家的顶梁柱霍光去世了。刘询以皇帝的规格厚葬了霍光，后来更是将霍光列为麒麟阁11名功臣的第1位。但这仅仅是对霍光的。在霍光死后，汉宣帝便开始将朝政收回到自己的手中，对霍家的人虽然还是封赏，但是一步步的将他们从权力中枢去除。在时机成熟后，开始光明正大的夺权。霍家对汉宣帝的夺权先是不满，认真思考后则是恐惧。对他们好是因为有霍光在，霍光不光有政治手段，而且军功在身，又是汉武帝的托孤大臣。而这些霍光的后人最多是有点小军功，违法乱纪的事情倒是干了不少。之后霍家鉴于许平君被霍显毒杀的事情，就有了想法，反正到了这个时候，皇帝杀他们的心是已经定了，不如先下手为强。他们决定借太后之手先杀掉刘询的亲信，再把刘询废掉，立霍宇为帝。但是在刘询的严防死守下，他们的计划根本没有执行的机会。之后霍宇被腰斩，和霍家有关联的数千户人家被株连。同年8月，霍成君被废，在西汉掌权10几年的霍家覆灭了。在刘询掌握大权之后，就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。在国内搞得差不多的时候，他又要去面对西汉的老朋友匈奴了。在漠北之战后，双方的局势翻转，变成了汉强匈弱。但是匈奴的一部分并未因此屈服，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之后，又和西汉打的是有来有回。在刘询继位的第2年，就曾派出过16万大军，分成5路去攻打匈奴，这也是西汉攻打匈奴派出的军队最多的一次。在此战中，汉军还和乌孙国联合，匈奴本身一个都打不过，何况来了2个。在出兵的第2年，匈奴大军又被联军击败，匈奴便又没了和西汉作战的能力。在汉宣帝甘露3年，呼韩邪单于亲自去到长安，向汉朝臣服，困扰西汉数百年的匈奴战事终是告了一段落。但也就这一段时间，谁能想到一个最没希望当上皇帝的人，不光当上了皇帝，而且还干出了一番伟大的业绩。那么大家对于刘询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，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。